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中东情势哦。川普最新消息已经夜袭了奈及利亚，但是有一说是否剑指的是伊朗真正现在中东最紧张的地方呢？来看到伊朗现在说3000枚的飞弹已经在待命了，包括来自于大陆的歼20、红旗9加持。那美国跟以色列还会继续的来开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特别关心到中东要来做解答的话题。耶诞节川普下令了空袭奈及利亚，这一刀现在在看会不会也是在为伊朗接下来的攻击来试水温呢？第二件事情，伊朗放话的，他说2000枚飞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放在特拉维夫这边做试射，再加上呢，他们现在正在修复他们的 S300，还有飞弹，现在说年产量啊，已经开到了3000枚1年了。以色列能够成功把美国拉下水，一起先发制人攻击伊朗吗？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我们会一起做解读。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会不会提供给伊朗，包括它的歼20、红旗9跟歼14的雷达？如果进入伊朗的话，美军的 B2还能不能想飞就飞，撑得住吗？以色列的 F35还会是中东现在唯一的王牌吗？今天就军事武器，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好，明明就是这个耶诞节，大家全世界都在欢庆耶诞节，但是这个时候，川普选择要出征，地点我们来看到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下令的是空袭奈及利亚。此次的军事行动，他以打击伊斯兰国 ISIS 为主要的名号。那耶诞节当晚，我们特别要来看到画面。美军军舰发射飞弹，划破夜空。请导播带我们来看。除了飞弹划破夜空之外，战机也飞越到了非洲的上空，直接对奈及利亚的西部发动了惨烈的空袭。这一场空袭行动，目前死伤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但是至少已经造成5人死亡、35人受伤的惨剧。川普亲自在他的社群上面写下了：今晚我以3军统帅身份对奈及利亚西北部伊斯兰国的这一些恐怖分子发动致命空袭，因为他们过去不断对无辜的基督徒进行残忍屠杀，是数个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他也祝恐怖分子圣诞快乐。川普用行动告诉世界，只要他点头，美军是随时可以在任何地方开火的。但是我们今天也要持续关注到的是，这一场攻击之下，是否会让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尤其是以伊冲突是否再次的被引爆呢？因为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纳坦雅胡他说的，以色列正在准备一份战争简报，而且已经送到白宫去了，并且再过几天而已，12月29号，纳坦雅胡就会亲自的拜访海湖庄园，他要说服川普再一次的和这个以色列一起来对伊朗动武。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上次哥怎么看了川普突袭奈及利亚的 ISIS 和上次其实他攻击伊朗是有点像的，其实都没有征兆。这一次，纳坦雅胡到了海湖庄园，能够成功的说服川普一起来这个攻击伊朗吗？那美国会这样子做吗？先发制人，上次哥怎么看？没有征兆，而且在耶诞夜哈，所以这个不是道德性的不能问题。但不得不说，川普最近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征兆前因后果，包括也宣布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要苛征高关税，也是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川普在川习会后哈。大概在整体我们看，其实这1个多月以来，在很多的思路方面，好像也变得比较谨慎一点。那么全世界现在都在观察他是不是有在岁末的时候在考虑什么。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突然耶诞夜下令攻击这件事情，还是让大家有所思维。为什么这样讲呢？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要发动战争，过往都是用威慑、威慑的方式，但是要到开火，其实肯定还是要理由。当然，美国其实找理由需要什么呢？他都可以嘛，哈，他就包括以这个恐怖分子，或者说你这个贩毒的团伙，在这个委内瑞拉那边，就说杀说打就打。过去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事后追究就打错了，你能奈他何呢？甚至叫他赔偿都不可能。所以呢，这本身的这些意义，不得不说，在整个来讲，首先我们知道中东至少唯一确认是，川普没有让中东和平哦。他可能要乌克兰战场希望和平，那个是个泥淖，但中东这个地块他没有，所以我现在看到整体来说，我们来思维他为什么最近的时候还是要在思考他的战略思考。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无论如何开战这件事情、出兵这件事情是个总统的权利。
川普虽然是商人性格，他在关税战展现了很多仿佛是商业谈判，但是权力这种东西就只有军事才能够体现一个政治权力的绝对，所以他还是要出兵哦。那么包括奈及利亚现在在对委内瑞拉，大家关注的也是他什么时候出兵，但那边比较复杂，所以他考虑的没有像奈及利亚这小猫咪说打就打。是第二个部分是确实他在中东没有停火这个意图，主要上也包括因为像诺贝尔平奖没得了哈，你不能说又得奖，然后说你都没有打过仗，至少人家奥巴马还稍微收敛一点点，人家得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得就可能先打，还是有一些个人状态哦，这是大家要分析。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都知道，最近其实在美国方面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也公布了中国军力报告。对于美军总体性的跟中国的落差，川普确实需要一个提振的具体的动作，不只是用嘴巴或数字。所以他现在这个部分动作，我相信也会拉抬整个对于美军建军跟接下来的各方面的发展研发，要投出更多的投入的这个部分来讲，确实有个拉动的作用。但第四个，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伊朗哦。观察伊朗这件事情，算是声东击西、敲山震虎。对于奈及利亚肯这么做，对于伊朗现在传出跟中国是有一些在军事设备方面的部分的合作来讲，也应该是一个威慑的意义。好，所以美军很有可能真的会帮助以色列哦，来针对伊朗做攻击。那为什么这一次以色列会这么的急？其实原因就是出在以色列已经看到了伊朗在军事上面，尤其他们的军力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几方面我们来看到军事武器上面他们怎么样去做升级。3点来看到 CG， 第一个 S-300的防空系统正在修复，第二个弹道飞弹的生产线现在已经全面是重启了。重点是这个飞弹啊，还是达到24小时不间断的量产，预估年产能可以到达3000枚。12日战争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伊朗实射了631枚飞弹就已经重创以色列了。这一回伊朗再对以色列喊话，他说呢，下次如果再爆发冲突的话，那就不是600多枚飞弹的问题了，他会发射包括了2000枚飞弹，那么数量还有速度、机动、变轨会同时的一起用上。那包括了这个2000枚的饱和打击，再加上法塔赫1等高超音速飞弹，以色列这一回到底挡不挡得住？厉将军怎么看？以色列这回会挡不住。我认为说是，美国一定会协助以色列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对伊朗来实施攻击。要不然的话，以色列极可能会遭受到灭国之灾。那为什么我讲到这么严重？因为战争的形态已经很明显的改变了。那以色列它这个国家最大的弱点是在它的国土没有什么战略纵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四面环敌。第三个来讲的话，他在这边立国之后，跟周边的这些穆斯林国家都没有好好的睦邻相处，反而不断的制造仇恨。尤其像现在加沙走廊的情形来讲的话，它可以说是对周遭的国家不只是这个让他们仇恨而已，根本就是加深他的人道的这种危机。所以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那12日战争里面，我们看得到。刚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可以凭借它的这种防空导弹，所谓的大卫投石或者剑山，甚至铁穹系统，拦截住大部分的伊朗所发射的导弹。但是当战争过了中期以后，我们慢慢发现说，伊朗已经找到诀窍，怎么样来突破这个以色列的防空网，然后精准的命中他所望达到的、所要涉及的这些目标。我们看到以色列几个重要的地标来讲都被达到了，包括他们的机场，包括港口包括到纳坦雅胡自己的别墅都遭受到命中，还有他们的情报中心也被打到。可见的后半期来讲的话，伊朗已经找到方法。当然，由于美国的介入那第二个美国的介入，那能够让这场战争那时候收手。那另外一个会收手的，伊朗那时候会收手，还有个原因就是它完全没有空防。那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最大强大就是在它掌有整个中东地区的制空权，也就是它有 F-35战机，美国提供给它 F-35战机。那伊朗来讲的话，它制空权是完全没有。其实以色列来讲的话，它防空的性能，我们这次已经看到有很多漏洞，包括连胡塞组织都可以很精准的3不5时打中它的国际机场。那如果说是伊朗之后来讲，如果说能够同时这个现在来讲大量的制造这个超高音速导弹，然后提升它的性能，而且可以同时以一次200枚齐射的方式做一个饱和攻击来讲的话，
我认为以色列以他现在的防空能力来讲，他是挡不住的，因为他国土没有很深的纵深。我们经常会讲说不对称战争，不对称战争。我觉得伊朗这次对以色列，其实上他用导弹的攻击，而不是用传统的战机或者战车这种传统武器来攻击，它可以说也是一种不对称作战的一种模式。那后续来讲，如果以色列不跟美国联手，先摧毁伊朗的这些生产导弹的这些工厂跟设施来讲的话，那一旦伊朗这个壮大之后，我觉得他要去拦它，那是非常的困难的。好，确实如将军所刚刚帮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伊朗过去缺乏它的制空权，所以可以看到它现在也不断在加强它的空防。除了刚刚特别提到超高音速导弹之外，还包括接下来会有来自于中国大陆更多的支援，不管是在隐形战机啊，或者是其他的导弹，甚至是雷达预警等等。那其实呢，我们看到最新市场传出来的消息，伊朗呢，它已经计划了，接下来会用20亿美元的石油来换来自于大陆的武器支援，3款武器。赶快来看到第一个大陆的歼20隐形战机，第二个红旗9防空系统，最后是歼14预警雷达。等于说不只是买武器，这是买的是一套作战体系，反隐形、防纵深打击。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军的 B2 还可能自由进出在伊朗这边吗？以色列的 F35是不是这一次真的在中东遇到很强劲的对手了？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伊朗他拿20亿美元买这些相关的武器装备啊。效果有限，因为毕竟伊朗的幅员太广阔，你这个20亿大概就是600亿台币，能够买多少？你要买飞机，飞机都很贵的，你能够买几架歼20，你要买这个红旗9B 的地对空的飞弹，你也能买几套？就伊朗那么大，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歼14的预警雷达，歼14是中国大陆电子科技研究所第14所。所以拿歼14，我说歼14一般来讲都是飞机啊，歼15、歼16、歼20呢，怎么会有歼14的这个预警雷达呢？那个可能是第14的电子研究所专门做雷达，拿这个来命名，所以他对这个名词还蛮陌生的。我认为伊朗出了3个问题，第一个经济问题没办法支撑他的国防需求，因为他要建立很完整的空军，空军很烧钱呐，飞机雷达都是非常贵的。20亿杯水车薪不够，我认为经济没办法。伊朗现在的国民所得，每一个人的 GDP 4200块美金，穷不穷？穷啊！你还有没有这个钱？打仗就是钱了，军备才是钱呢。我认为伊朗经济没办法支撑。第二个，买了这些歼20，还有红旗9，还有这些我们讲的反逆中雷达的这个雷达系统，这个东西你要训练，你训练个飞行员没那么容易的，要很久，要基础训练、高级训练，然后再换装成。这个歼20的这方面的飞行训练，也变成一个完训的飞行员，要很耗时间的。然后训练完毕之后，你要不要组合训练？要组合训练，你不能只是单打独斗。现在已经进入系统化跟网状化作战的模式了。你要真的要单打独斗，还真的不行。要搭配预警机，空中预警机能不能发现？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大哦，没办法发现，然后把这个讯号给歼20，歼20去对这以色列来这个突穿进来的，来这个拦截他的 F35。或者是美国的 B2 幽灵轰炸机，这个都要组合训练，不是只能单打独斗。是，你还有空地配合，空地配合要做，这一经过训练，没有3年5年下不来。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这一个具有这个空权的这方面的打击力量，我认为还要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情报战，打仗打情报，美国的 CIA 中情局跟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摩萨德2个联合起来。这伊朗怎么部署？可能都被以色列跟美国抓得一清二楚，摸得一清二楚。以色列会不会将来会不会先发制人？一定会先发制人。一先发制人之后，伊朗就站在劣势。所以在这样来看的话，这个情报系统，我认为在经过这一次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我认为伊朗是劣势，几乎崩溃，好像里面还有内应。那以色列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所以我认为在未战之前的情报战。伊朗在这方面就输了，所以我认为伊朗想要建制成一个很强大的空军的武力，我认为还有一段路要走。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